我们开学以来呢，高一的同学学了3个内容，第一个呢是集合，第2项内容呢是简易逻辑，第3项内容是不等式。那么重要的就是难点有2个，判断2个命题之间的关系，还有一个就是均值定理的使用。其他的这个难点和非难点它是相对来说的。比如说集合这部分，你看这是一个集合的题，它依然很有分量，它依然也有难度，只是我说的那2个难点要比它更难而已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道题啊，这道题是个集合的题，我们不要轻视它。你看看大家会不会做呢？集合 A， 这里边我要先把这个1元20不等式减一下，把这个集合化简，3是1是2，这是3是减4加3，所以是 x 减4乘以 x 加3小于等于0，一个根是-3，一个根是4。20项系数是正的，求出2个根标在数轴上，观察不等号，使用口诀，大于取两边，小于取中间，取它们俩之间的值。解完了是 x 大于等于-3，小于等于4。这是第一个，我要把集合 A 化简，解1元20不等式。那么第2个，大家看就没有那么容易了，这个不等式的解就没有那么容易找到了。我一观察呢，2次项、1次项、常数项，我当然要十字相乘，像刚才一样，但是它不是具体的数，那么这一项比较让我头疼，所以我怎么办？我一看它又是一个2次3项式，好吧，我先把它分解一下。所以 2m 方加 m 减1，我给它分解成啥呢？2e，它们俩相乘2次项系数，把1分一下，负号给谁呀？负号给它。它们俩相乘2次项系数，它们俩相乘是常数项，交叉相乘。-1加2等于1，恰好是中间项，所以它就成功的分解成了 2m 减 1m 加1两个因式。那么这个不等式它就变成 x 方减 3mx 加上 2m 减1乘以 m 加1小于0。变到这儿以后，我并没有求出不等式的解，所以接下来我要求不等式的解，怎么办？2次项、1次项、常数项，1乘1 2次项系数，它们俩怎么才能出现 3m 呢？负 3m， 我先把它们俩放在这儿 ，2m 减1 m 加1。我一观察，它们俩一相加，正负1约了 3m， 可是它是负 3m 呀，那么我就给它添个负号，给它添个负号。1乘1是2次项系数，它们俩一相乘就是它。可是，一交叉相乘呢，它一乘负 2m 加1，它们俩一相乘减 m 减1，正负1约掉了，果然就是负 3m。所以我成功的把它分解成了 x 减去 2m 减1乘以 x 减去括号 m 加1小于0的样子。你看，就是解这个含掺的1元20不等式，就涉及到2次十字相乘。那么它现在就是1元20不等式，2次3句话要满足2次项系数是正的，我做到了。第2句话，把它看成方程，求出2个根，2个式子相乘，如果等于0，各自等于0，所以 x1 就等于 2m 减1 x2 这个式子等于0 x2 就等于 m 加1，把它看成方程，求出2个根，标在数轴上，然后观察不等号，大于取两边，小于取中间。那我为什么没有标在数轴上呢？因为我并不知道这2个根谁大谁小，谁在左谁在右，所以接下来我不知道
它不确定，在原题当中看不出来它俩的大小，所以我就要讨论时而它俩一样大，时而它比它大，时而它比它小，所以讨论是自然而然的。说老师这样的题怎么讨论？不知道，你要把题拿来，我走呀走，走到这儿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，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，也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形，这个时候就自然的产生了讨论，那你就是这种情形，要么你就是那种情形，所以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。好了，刚才这个分解我就把它擦掉了。接下来我就要讨论，你不是求出2个根吗？要标在手肘上。情形之一是若，话要说的委婉一点，若 2m 减1，它要等于 m 加1，即 m 移过来 ，m 把负1移过去，即 m 等于2的时候，它们俩是一样大的。m 等于2了，此时此刻你这个不等式就变成什么了？2的4，4减1是3，是不是 x 减3了？2加1是3，又乘以 x 减3，x 减3的平方小于0，怎么可能呢？一个完全平方式，要么等于0，要么大于0，所以这个时候它是无解的。无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要说集合，你是满足不等关系的，不等式没有解，那么集合 B 就是空集，集合 B 就是空集。好，我待会儿再说后边重要条件的那一个。那么第二种情况，若 2m 减1，我先把它说完也可以我直接就说这个。好 ，x 是属于 A 的，是 x 属于 B，x 属于 A， 我就简单的把它看成 A， 命题 A。你是 x 属于 B， 我就把它简单的看成命题 B。A 是 B 的必要不充分条件，那么我应该怎么办？首先我们还要，你看又要涉及到另一个知识点了，充分条件、必要条件的问题。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命题 A， 我是广州人，命题 B， 我是中国人。好，同学们看一看他们俩是什么关系？A 我是广州人，一定能够得到我是中国人，有我 A 足以说明 B， 所以 A 就是 B 的充分条件。A 就是 B 的充分条件，由它说明它是足够的。那么反过来呢 ？B 我是中国人，我就一定是广州人吗？当然不一定。所以呢 ，B 是不能够推出 A 的。那我判断必要条件的时候，我怎么判断？我不直接判断，我变一个方式我不是中国人，我就一定不是广州人。所以呢，我不是中国人，我就当然一定不是广州人。那么，说明我是中国人是确保我是广州人的必备的一个条件。所以 B 是 A 的必要条件。你要想是广州人，首先你得是中国人吧。所以你不是中国人，你就一定不是广州人。你要想保证你是广州人，那我这个 B 我得先是中国人。所以它是保证它的一个必备的条件，不是唯一的条件，是必备的条件。所以呢 B 就是 A 的必要条件 ，B 是 A 的必要条件。那我怎么记这个事儿？我怎么简单的我明白了，我简单的把它们的关系记住，然后我上来拿关系就可以做题。
那么很显然，用集合的方式来表达 A 在里 B 在外，只要你们符合了子集的关系、真子集的关系，圈小的在里的，它就是外圈的 A 就是 B 的充分条件，反过来 B 就是 A 的必要条件啊，你就把这个记住。这道题这种问题的精髓你就抓住了，好吧？那么 B 是空集，可是我 A 不是空集呀。此时此刻，空集是任何集合的子集，空集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集 ，B 是 A 的真子集。所以你问，你说 A 是 B 的什么条件 ？A 是 B 的必要条件呢 ？B 是 A 的充分条件呢？所以 A 是 B 的必要不充分啊 ，A 当然不充分了 ，A 是 B 的必要条件，是不是？当然是了。所以第一种情况 ，B 是 A 的，A 是 B 的必要条件，就对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所以 B 是空集是可以的。B 是空集是可以的，也就是 M 等于2是可以的。M 等于2要是可以，我们看看有没有约掉的，这里含有2，这里也含有2，这里含有2，这里呢也含有2，一个都没排除掉，那我们就再接着看。第二种情形，若 2m 减1它要大于 m 减1即把它移过来 m 大于2的时候 m 大于2的时候 2m 减1大，它就落在右边 m 加1小，这是 m 加1 ，m 加1小它就落在左边。这是个二次项系数为正，两个根求完了标在数轴上，小于取中间，所以我的 x 应该是大于等于 m 加1，小于等于 2m 减1，这个就是我集合 Bx 的取值范围。你要想满足 A 是 B 的必要条件 ，A 就得在圈外 ，B 就得在圈里。B 是 A 的充分条件 ，A 是 B 的必要条件。所以呢，我的 A 要把它给盖住，它是 A， 那么 A 的范围它是-3都4，于是我就知道了 m 加1的这个端点你要大于它是充分 ，B 要不充分，要注意啊，不充分。如果我们都是一样的，那这是啥？这是冲要，这是冲要。你必须是真子集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你看它也是 B 的，它不是 B 的，它是开的，这挺好。如果它是 B 的，它的端点不能落在这儿，它的端点不能落在这儿，它俩不能完全一模一样。但是呢，对于集合 A 来说，人家是 B 的，而它是开的，所以即便你落在这儿，你是落在它们俩之间，不包括这两个点，所以也是可以的。所以它可以落在这儿 ，m 加1大于等于-3。2m 减1小于等于4。对于集合 B 来说，你是-3和4之间的，不包括这俩点，而我集合 A 呢是包括这俩点以及它们之间的。所以这些小细节大家要特别的留意。如果它要是 B 区间，那就另当别论了，它就不能落在这儿，也不能落在这儿了。好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它减一下 ，m 就大于等于-4，这个呢 2m 小于等于5，m 就小于等于5/2。这是-4，这是5/2，大于等于-4，小于等于5/2，所以最后的结果我们要-4和5/2之间的这部分 ，m 的取值它是大于等于-4。小于等于5/2。好，这是这种情况。那么第三种情况呢？若
2m 减1它是小于 m 加1的，记。把它移过来 ，m 是小于2，这样的条件的时候，那么你的这两个根 2m 减1你小就落在这儿 ，m 加1大就落在这儿。那么它俩之间表示的是我集合 B。A 是 B 的必要条件 ，A 圈在外，而且还不充要，反过来推不可以，必要不充分嘛，所以呢，只能要这种情况，不能要这种情况。那么 A 必须得在外，这是 A， 这是-3，这是4，所以我这回呢，我得到的是它是实心的，它们俩是空心的，即便 2m 减1就落在这儿。m 加1就落在这儿，它不包括这两个点，要之间的，它也依然是我 A 的真值积，所以 2m 减1，它是大于等于-3m 加1小于等于4，减一下这个，把它移过去，这是 2m 大于等于-2m 大于等于-1。把它移过去 ，m 小于等于3，这是-1，这是3，大于等于-1，小于等于3，所以要这部分。都谁是可以的呢？啊，这种情形做到了，这种情形 B 是空集，空集是任何集合的真值集，所以呢，它做到了 B 是。A 是 B 的必要不充分，所以 m 等于2我们留着。这种情形呢也做到了，在负4和5/2之间，所以最后我们要给它们3个取并集。这个我还要结合啊，你求出来的范围不能超越 m 大于2，所以这是2。还得加上一条 m 还得大于2，所以我应该要3乘3个不等关系都满足的，不能超越条件，要这部分。这个呢是 m 小于2，这是2，还得要小于2的，所以我要-1和2之间的。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先表示这个，这是-1到2这部分。然后是2到5/2，这是空心的2到5/2，然后这部分呢就等于2，所以最后它们3个取并集，我就要-1到5/2，要这个范围-1到5/2，所以这道题选啥呢？这道题显然就选C。好了。那么这道题呀，它体现的知识点好多。首先，不等式的解法，尤其是这种含字母的，而且这里边又体现了判断充分条件、必要条件这部分知识。到最后，我们又进行了分类讨论。所以这样的题，因为我们学的东西很有限，这些题都是非常经典的题。在我给大家精选的这5套卷当中，每道题都是老师选出来的，每一道题都特别的有价值，它都含有了好几个知识点，这些知识点基本上覆盖了我们这1个月所学的内容。每一道题当中，这些知识点出现好几个，它们之间的构建关系，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这部分内容。好，那么大家要想借着11放假期间想提升自己的水平和能力，不妨把老师这5套卷都做一做，非常有价值，每一道题都有价值。